国家发改委宣布，即日起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澳方必须对此承担所有责任。中方为何作出这一决定？从单方面撕毁地方州府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到对中企达尔文港租约持续施压，澳方近来涉华动作频频，中澳关系还会继续走低吗？中方正式冻结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对外释放哪些信号？刘和平、张杰在线解读。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多次表态，中美关系并非处于冷战，美方无意对华遏制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主动向外透露，期待近期有机会跟中方的贸易官员会面。中美一度中断的高级别贸易会谈机制能否全面恢复？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能否延续？与此同时，美方在国际场合不断拉盟友对中国施压，美方近期一系列行为到底如何解读？刘飞涛、熊礼立深入分析。拜登上任后，台湾牌未曾停手，布林肯重申一中政策未改变。美国国安会印太事务高级协调员坎贝尔更直言，美国不应公开做出协防台湾的表态。英刊鼓噪台湾海峡是全球最危险地带，美方高官的一系列表态是要为台海局势降温吗？G7外长联合声明两度提及台海议题，是何用意？杨希宇独家观察。关于中欧投资协定，欧盟委员会官员近来表态喊话虚虚实实。已经正式签字的中欧投资协定到底前景如何？中欧关系出现波澜背后，谁是最大受益者？刘英深入解读。详细的焦点分析稍后为您一一呈现，不要走开。欢迎回来，来关注中澳关系。基于近期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错误行径，以及澳方当前对中澳合作所持态度，周四国家发改委发布声明，宣布自即日起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一切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一段时间以来，澳方一系列行为严重损害中澳两国互信，破坏了正常交流合作的基础，中方不得不做出必要正当的反应，澳方必须对此承担所有责任。一段时间以来，澳方不顾中方的严正立场和多次交涉，滥用所谓国家安全理由，对中澳经贸、人文等领域合作项目和既有成果变本加厉进行限制和打压，严重损害中澳两国互信，破坏了正常交流合作的基础，中方不得不做出必要的正当的反应，澳方必须对此承担所有责任。国家发改委周四发布声明指出，近期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某些人士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推出系列干扰破坏两国正常交流合作的举措。基于澳联邦政府当前对中澳合作所持态度，国家发改委决定自即日起无限期暂停国家发展改革委与澳联邦政府相关部门共同牵头的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一切活动。据中国政府网介绍，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是中澳总理定期会晤下的重要机制，是巩固中澳双边关系各项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通过就两国经济和投资领域的重点开展战略对话，加强经济联系。观察指，数据显示，中国多年蝉联澳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目的地，中方的最新决定与澳方一些人近来反复挑衅中国底线、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错误做法分不开。无限暂停两国的对话机制，意味着中澳两国的关系已经降到冰点。声明当中很多的关键词，除了近期，然后专门指向的是联邦政府之外，还包括像无限期。大家觉得这无限期这个词，实际上表明这个中方的态度或者反应还是比较强烈的，那不像是暂停这样比较温和。实质上，这个战略经济对话2017年之后就没有再进行过。那么有可能，我觉得是针对2017年以来中澳关系不断恶化。而且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我们这次的决定既有这个惩罚的意味在里边，也有这个威慑。深圳卫视注意到，近段时间以来，澳大利亚政府在对华问题上采取的一系列错误行径，可谓愈演愈烈。4月21日，澳外长佩恩以所谓不符合澳外交政策为由，公然宣称取消维多利亚州与中国此前签署的一带一路备忘录和框架协议。深圳卫视注意到，澳方是在审查了1000多项
协议后，最终决定撤销4项，其中同中方签署的协议就有2项。澳方所谓不针对特定国家的说辞根本站不住脚。对于这一公然毁约的恶劣行径，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当时就指出，澳联邦政府肆意干扰破坏两国正常的交流合作，严重损害中澳关系和两国互信，呼吁澳方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然而，在公然撕毁维多利亚州的一带一路协议后，澳政客变本加厉，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介入正常的中澳商业合作。澳媒周日报道，莫里森政府已指示澳国防部重新审查中国的蓝桥集团租借澳达尔文港99年的协议，考虑是否要强制让中企放弃租赁权。此外，根据英国卫报周3的最新披露，目前澳工党议员、基钦等政客正带头鼓动，要求莫里森政府取消西澳大利亚州2011年同中方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不过，西澳大利亚州政府发言人就强调，中国是西澳洲最大的出口市场，到2020年对华出口额占该州货物出口总额的56%。目前，澳联邦政府还未就此作出回应。观察指，近年来澳方以模糊不清、毫无依据的所谓不符合澳外交政策、不符合澳安全利益为由，做了大量破坏中澳正常交流和合作、毒化两国互信和民意氛围的事，对两国地方企业合作信心产生了严重消极影响，也使澳方自身形象和信誉受损。实际上，去年以来，中澳关系的急转直下与澳方公然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屡屡在涉台、涉港、涉疆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对中国发起挑衅高度关联。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还率先禁止中国企业参与澳 5G 网络建设，并就疫情问题大搞政治操弄，推动所谓独立国际审议，严重干扰国际疫情防控合作。这些年来，中澳关系不断的恶化，实际上我觉得跟澳方对于中国的这个认知有非常大的关联性。因为我们知道，像中国的这个确实这个实力在不断的上涨，包括欧盟可能都会感受到中国的影响。但是这么多年比下来，我觉得只有澳大利亚跳的是特别欢，反应是特别大。那么所以可以看出来，中澳关系现在走到这个地步，实际上和澳大利亚的这个过度反应，或者是对中国的错误认知，我觉得关联性是非常大的。外界注意到，澳大利亚所在的五眼联盟是诞生于冷战时期的跨国情报联盟。近年来，这一过去的情报共享机构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在更广泛的领域加强联系，成为新的反华工具。澳大利亚在其中愈发活跃，俨然成为反华急先锋，对中澳合作造成严重破坏。我们敦促澳方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真正客观看待中国发展和中澳合作，立即回归理性，纠正错误，改弦更张，停止针对中澳合作的疯狂打压行径，停止把国家间正常交流政治化、污名化，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看澳大利亚的问题不能光看一个中澳的双边，我觉得澳大利亚跳得这么欢，实际上和整个美国或者美西方国家现在怎么看中国有非常大的关系。美国对华这个战略竞争态势不断的加强，实际上澳大利亚的这个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也受这个影响。而且我们现在还需要评估，就除了4边机制，包括 G7， 包括五眼联盟，所以美西方国家可能会以这几个地区机制相互联动起来，实际上是想这个构成一个遏制中国崛起的一个联盟。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上要从更大的这个视野来判断。值得注意的是，同为五眼联盟成员的新西兰近来的一些积极姿态也引发关注。前不久，新西兰外长不仅公开反对借由联盟的名义向中国施压，更拒绝参与发表涉华联合声明，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华友好政策。五一假期归来，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整整涉及了20个问题。对于假期期间7国集团、欧盟、美国的负面涉华言论，汪文斌都有回应。值得注意的是，汪文斌在回答我关于中新关系的提问时，特别强调，只要坚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双边关系应当发展好，也完全能够发展好的。我想，这不仅是说给新西兰听，也是说给新西兰的邻居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妄图无理打压中国的有关国家听的。一方面，中方无畏打压，但是中方始终还是愿意与各方发展和平稳定的关系。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国家发改委宣布自即日起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您是如何看？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说法，
中方这一举动是因为近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某些人士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推出了一系列干扰和破坏两国关系正常交流与合作的举措。也就是说，中方这个举措是对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宣布取消维多利亚州与中国此前签署“一带一路”协议，以及准备撕毁中国企业租借达尔文港99年租约行为的一个反制。那么此前我曾经在评论中说过，澳大利亚政府的这些举动不仅是意识形态主导了外交政策，外交政策又凌驾于了经济民生政策之上的结果，而且是澳方在处理中澳关系时情绪上彻底失控的结果。假如任由这种负面情绪发作而不加以管控，未来的中澳关系前景将会十分堪忧。那么现在随着中方的反制措施出台，这个最坏的结果终于呈现出来了。众所周知，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是中澳总理定期会晤下的一个重要机制，是巩固中澳双边关系各项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方的这个宣布是在前一段时间反制澳大利亚行动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这也就意味着中澳两国从中央政府与战略层面推动两国经济交往的行动已经停止下来了。另外，在刚刚结束的7国集团外长会议联合声明中，西方国家已经流露出了在中澳博弈中拉偏架、站在澳大利亚一方的信号。因此，我们要防止中澳关系恶化的势头进一步蔓延与扩散到中国与7国集团之间。好的，谢谢刘先生以上的分析，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还会继续连线您，谢谢。近日，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内的多位高级官员就中美贸易协定、台海问题等重大议题轮番表态。他们的言论真实地体现了拜登政府上台后，既强调与中国有激烈竞争，对华加强战略围堵，但是另一方面又寻求在可能的范围内合作。当地时间周三，刚刚上任不久的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出席由英国《金融时报》举办的网络研讨活动中表示，期待在近期与中方高层经贸官员接触，以评估两国首阶段经贸协议的执行情况。3月底，戴琪在参议院提名确认听证会后首次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还没有准备好在近期内取消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的关税，但对于与中国开展贸易谈判可能持开放态度。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4的记者会上重申，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作为原则呢，我愿意重申，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中美双方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巨大的合作空间。对于两国经贸关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应当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精神，妥善加以解决。特朗普2018年发动美中关税贸易战，美国对中国部分输美商品3次加征关税，中国也3次对美产品加税。2019年9月起，中美贸易战有所缓和，中美相继就部分品类豁免加征关税，并于2020年1月签署第一阶段协议。双方原定于2020年8月15日举行的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评估会议，但因日程安排问题而推迟。戴琪在研讨会上表示，尊重美国政策的连续性，特别是美国的贸易政策，非常期待与中国同行正式接触，并制定前进的道路。在拜登政府看来，在戴琪看来，特朗普之前呢对中国加征的关税可能并不是拜登政府所必须维护的，但是呢，这实际上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谈判手段，很好的对中方施压的方式。因此，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美方呢实际上这种表态充分的反映出美方这样一种谈判心理。外界注意到，在此次研讨会上，戴琪还回应了美国应否与台湾地区展开所谓自由贸易协议谈判。他表示，任何与台湾地区的贸易及经济接触，必须与美国拜登政府其他政策目标协调，包括外交及国内政策。与此同时，他特别强调，所谓自由贸易协议并非实现两地贸易接触的唯一办法，必须保持灵活性。现年45岁的戴琪在美国出生，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其父母都出生在云南昆明，后去到台湾。2007年至2014年，戴琪曾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律师。今年3月17日，戴琪在美国参议院以全票获得提名，正式成为美国贸易代表。
台海问题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拜登政府上任以来，频繁使用台湾牌，导致台海局势骤然升温。不过，美国高级官员近日的表态却耐人寻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一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声称，美国致力于确保台湾拥有所谓自我防卫的能力，而中美双方在多个领域都有明显的共同利益，竞争与合作并存，希望双方通过对话减少误会。此外，布林肯强调，美国将一直支持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官库尔特·坎贝尔周二表示，美国不会公开做出协防台湾的表态，因为这种做法存在重大利益缺陷。坎贝尔还说，未来几个月将看到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等问题上进行实际的外交接触，就像目前在气候变化和伊朗问题上所做的那样。《金融时报》的报道称，最近一段时间里，一部分美国政客和学者转而开始鼓吹所谓的战略透明政策，要求美国政府主动干涉台海问题，公开宣布协防台湾。但身为白宫最高级别亚洲事务官员的坎贝尔并不赞同这些人的要求。对此，有分析指出，美国对台海问题仍采战略模糊路线，为中美关系留下了回旋空间，留下了解决问题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周在伦敦出席 G7 外长会期间，也多次谈及中美关系。他表示，双方目前并非处于冷战，而是竞争与合作关系。美国的目的不是遏制中国，而是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不会强迫其他国家选边站。对此，在周四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表示，美方所说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本身含糊不清、遮遮掩掩，难以得到广泛的认可。如果美方所说的这个规则指的是美国一家定的规则，那就不能称之为国际规则，不过是霸权规则，只会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如果指的是美国和少数国家定的规则，那也不能叫做国际规则，而是小圈子规则，违反民主原则，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会接受。只有以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才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如果美方能够认同、接受、遵守这样的秩序，我们表示欢迎。中美关系面临诸多挑战之际，双方的高层接触备受关注。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张军周一透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参加本周五由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主持的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加强全球合作，以及联合国在解决国际冲突和危机方面的关键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在拜登随着时间的推移，从目前呢美方包括布林肯这样一系列高官的表态来看，美方呢对于中美关系似乎呢有了一些更加趋于理性的分析，那就是美方自己实际上也无法承受与中方关系彻底破局的代价。相关话题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杨先生您好。我们来看一看近来中美关系。一方面呢，美方释放出希望短期内与中方高层讨论经贸问题。国务卿布林肯明确表示，中美目前并非处于冷战关系，不强迫各国选边站。但是另一方面呢，又在国际场合拉着盟友聚焦中国议题。那应该如何来解读美方近期的一系列行为？这系列行为呢，似乎在释放两种不同的信号。我们注意到呢，布林肯呢不仅讲到中美不是冷战关系，而且讲到这个美国一人坚持一个中国等等。但是另一方面呢，美国做的事情跟这个方向是相反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呢，其实美国对华两手政策是几十年来的常态，说一套做一套，或者是往正确的方向做的同时，也往错误的方向做。这种呢，一直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的策略特征，现在也不例外。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由于这段时间，中美关系急剧恶化，事实上呢，就像习主席讲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现在呢，斗则两伤，其实不仅在伤害中国利益，其实也在伤害到美国的利益。比如说，这个布林肯讲美中关系现在不是处在冷战。说句实话，当美国跟中国真的进入冷战的时候，那么受到制约、受到损害的不仅是中国，其实美国也一样。美国现在已经打不起冷战了，更何况呢，不会有像当年那么多的盟国跟着他一起打冷战。美国现在内外交困，国内的问题远远超过国际问题的挑战，因此呢，要想投入这个当年的资源打冷战，已经力不从心，不可能。
因此呢，才提出呢，美国国内政治圈尽管强硬派依然嗷嗷叫，想同中国打冷战打到底，但事实上，当家才知柴米贵，所以当家的一些理智的官员们开始意识到，真的打冷战，进入热战边缘，其实是美国利益的最大伤害。因此呢，就采取了一种既要同中国这个搞对抗，搞所谓竞争，但是又不能使这个对抗和竞争呢失控。这个是目前呢，美国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俄罗斯采取的相同的策略，就是说我要对你施压，但是呢又不能把这个矛盾激化，这个是一个基本特征。在这样的考虑之下，才出现了两手策略更加突出，一方面释放积极信号，一方面采取消极行动。拜登政府上台后也频频在打台湾牌，但近来布林肯重申支持一个中国。国安会印太事务官坎贝尔则表示，不应与台湾更明确的安全保证。您是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表述？应该说呢，这些表述呢，从文字上跟过去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是在政策内容上，在措施的内容上，已经同过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不是从拜登开始，而是从呢上一任特朗普政府的疯狂反华政策开始的。最近一个时期呢，中美关系开始加速恶化的时候，那么在台湾问题上出现了两个值得令人警惕的动向。一个呢，就是台湾当局意识到中美关系恶化有利于它加速台独，所以我们最近看到呢，一方面坚持台独的立场越来越强硬，拒绝9·2共识的立场越来越强硬；另一方面呢，加紧靠上美国大腿，加紧把自己绑在美国战车上的这个同美国的勾结也越来越加大力度。这是台湾的方面。那么从美国的角度呢，无论是美国国会的一些极右议员，还是政府内的一些对华强硬派，都主张呢，对台湾要加大支持力度。所谓支持呢，就是要以武来挺独。因此，现在美国内政策圈子已经开始出现什么呢？美国应该改变几十年来形成的所谓战略模糊政策。所谓战略模糊是什么呢？就是说，美国对于台湾的安全义务应该保持一个模糊的承诺。一旦台海发生冲突，一旦两岸因为统一问题爆发战争，美国应该支持台湾还是不应该支持台湾？这个事儿呢，不能做明确表态。这个是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安全问题上的一个两党一致的一个策略，就是叫战略模糊。但是呢，由于最近一方面台独加紧呢同美国勾结，另一方面呢，美国的右翼势力也急于利用台湾问题制约中国的快速成长和快速崛起，那么实现所谓的以台制华，双方一拍即合。这个时候呢，美国的政策圈乃至国会山呢，出现了一些杂音，呼吁什么呢？就是美国应该改变战略模糊，应该变成战略清晰。所谓战略清晰，就是说，我们应该明确表明，如果大陆对台动武，那么美国就将军事介入，要做这样的一个表态。但是这种疯狂的改变本身呢，其实肯定会伤及到美国的利益，所以才出现了坎贝尔的这番言论，就是说坎贝尔他是反对，当然这是反映了拜登政府的这个基本立场，就是说如果改变战略模糊政策，那么会导致美国全球利益的受损。因此呢，这样的一个动向本身不仅反映出美国在言辞上基本没有变化，但是在动作和政策上开始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对台政策。除了这个方面以外呢，也表明什么呢？就是在华盛顿的政策圈对于台湾政策已经开始出现了越来越激烈的争论，而这种激烈争论本身，按照以往的经验看，其实是美国调整政策的一种前奏。因此，对台湾问题、对中国的挑战越来越严峻。那么，对这样的一种动向，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好的，也谢谢杨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
周三，七国集团外长会在伦敦闭幕。这次会议希望推动西方强权的回归，但几乎是开成了意识形态批斗大会，却没有提出任何实际行动来解决全球实际问题。会后发表的七国集团外长联合声明还首次纳入台湾问题，值得警惕。这份声明的调子起得很高，动辄拿所谓的基于秩序的国际规则说事，但很显然，美国规则并不等于国际规则。今年的七国集团外长会声明长达27页，包含87项条款。在第2章节外交和安全政策中，单列中国小节，涉及从13到18，共计6项条款，甚至包含涉疆、涉藏、涉港和台湾问题。此外，第25条还单独列出东海和南海，实际上也是针对中国。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周四在例行记者会上予以强烈谴责。七国集团外长会对中国进行没有事实依据的指责，公然插手中国的内部事务，搞开历史倒车的集团政治，这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干涉，是对国际关系准则的肆意破坏，违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无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制造各种借口，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抹黑中国形象的企图，绝不会得逞。值得注意的是，七国集团外长声明也多处强调与中国进行合作。声明称，解决全球挑战，包括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促进经济从疫情中恢复发展等，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利益，将寻找与中国在促进区域发展以及全球和平、安全与繁荣方面的合作机会。此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与日韩外长分别举行会谈时，还强调，要在处理与中国有关的问题时，要加强合作。七国集团外长声明还呼吁中国承担与其经济地位相对称的义务及责任。事实上，中国一直主张与世界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欢迎各方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数据显示，经合组织预计，2021年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超过33%。IMF 的经济模型更显示，2020至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的51.2%都与中国有关。而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已经日渐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国际公共产品之一。中国企业研发的5G 产品也以其质优价廉的特性，为弥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这些中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的努力，却一直遭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泛化国家安全为借口进行攻击。观察指，七国集团无视中国所承担的国际责任，而聚焦于西方想让中国承担的那些所谓国际责任，实际上是想令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庸，是痴人说梦。中国实际上是一直在承担与自己的实力地位相称的这种大国责任的，但是西方国家在许多方面呢，不能完全接受中国的崛起。一旦你承担国际责任、发挥国际义务的这种方式或者这个内容方法不符合西方的要求的时候，他们就会对你进行打压，对你进行抹黑。实际上，这是反映了西方对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双重标准。关键是看是否符合美国或者西方国家的一些这种他们眼中的标准和要求。路透社评论称，特朗普时期强行把七国集团美国化，严重破坏了七国集团的机制。作为疫情以来首次以面对面举行的伦敦七国集团外长会，有意重塑影响力，但陷入雷声大雨点小的尴尬局面，缺乏具体行动，仅仅做出了一些泛的合作承诺。这期发表的最后的联合公报，在涉华问题上呢，充满着矛盾。实际上呢，这也反映了在对华关系上，这些国家并非是铁板一块。美国是把中国定为战略竞争对手，他是希望全面对中国进行战略打压的。那能把这些盟国能拉到他的对华战略竞争的轨道上，当然最符合美国的利益了。但是呢，作为欧盟国家来讲，他们也明确说，在安全领域，他们并不认为中国是欧盟的威胁。再一个，英国刚刚脱欧，我想他也不想一下就在中英关系上做太多的文章。实际上，要为中英下一步的合作，我估计他还是想
这个留有余地。事实上，意识形态偏见充斥着本次七国集团外长会，但前北约秘书长阿诺斯福格拉斯穆森在丹麦创建的民主联盟基金会主持的一项涉及全球53国的联合民调显示，全球44%的人认为美国对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构成威胁，远大于七国集团外长声明所针对的中国和俄罗斯。法新社报道称，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用了大约1个半小时讨论中国议题。一名参会的美国高级官员透露，在涉华议题上7名外长没有分歧。一名美国智库学者认为，所谓没有分歧的原因是这次会议的更大背景是中国，美方在会前已经耗费大量外交资源与其他6国协调对华政策立场。值得关注的是，七国集团外长的联合声明首次涉及台湾，其中第18条说，七国集团国家支持台湾有意义参加世界卫生组织论坛及世界卫生大会，并认为台湾的抗疫经验值得借鉴。第25条说，关切东海和南海，并鼓励台海和平，及强烈反对可能升高紧张及破坏区域稳定的任何片面行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卫生组织活动，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25.1号决议确认的重要原则。七国集团作为发达国家集团，应当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多做实事，而不是在国际社会当中制造矛盾和分歧，干扰全球经济复苏进程。深圳卫视注意到，虽然这次七国集团声明首次纳入台湾，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支持台湾加入世卫组织被放在中国小节中，与香港、新疆和西藏并列。这显示七国集团仍视这一问题为中国内政。英国广播公司认为，这种做法显示七国集团只是老调重弹的口头宣示支持台湾加入世卫，并无意为此协调行动，避免过度刺激中国大陆。此外，涉及鼓励台海和平的部分则被单列在东海和南海小节里。这实际上是将其放入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框架，在措辞上则几乎照抄了此前美日领导人峰会的联合声明。这显示七国集团的欧洲国家日渐趋近美日同盟的脚步，放弃了外交自主。有分析认为，在拜登显示出希望强有力领导盟友的愿望之后，日本迅速抱大腿，强化美日同盟，并抢先在七国集团会议之前举行美日领导人峰会，与美国进行政策对表。这一系列操作的结果是迫使欧洲间接接受美日同盟的领导，但在涉及实际经济利益的问题上，美日同盟的主张也受到七国集团其他成员的挑战。彭博社报道称，美国在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召开之前，就向其他6国传达了一份文件，提出要建立一个由七国集团及利益攸关方参加的磋商机制，以协调对抗白宫所认定的中国经济胁迫。分析认为，这个所谓磋商机制的蓝本，就是上个月美日领导人在共同声明中提出要单独建立的半导体和敏感技术供应链。但是深圳卫视注意到，在七国集团外长会联合声明中并未出现与供应链有关的内容，这显示七大工业国内部对推翻现有国际自由贸易体系，撇开中国单独建立一套由美国主导的供应链体系意见不一。经济胁迫实际上它还有一个内涵和范围更大的词儿，是叫胁迫外交。这个呢是美国的专利，也就是在各个领域的这个使用，也是美国是用的这个炉火纯青。它的主要的目的呢，还是迫使通过轮番施压，然后迫使这个其他国家按照美国的意愿或者说行事。实际上到了特朗普时期，对这个胁迫外交的这个使用，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一种极致的一种。实际上，拜登政府至今也没停止在这个国际这个舞台上，这个以另一种方式推行美国优先原则。近来，由于欧盟对新疆等中国内部事务指手画脚，中欧关系变得越发微妙，中欧投资协定的前景也被蒙上阴影。对于有关中欧投资协定审议被暂停的说法，中国外交部回应称，中方愿同欧方保持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协定早日生效。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再次重申对中欧投资协定的支持。
欧委会周二表示，考虑到近期中欧关系，中欧投资协定审议被暂停。对于这样的说法，在周四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作出回应。我注意到有关的报道，也注意到呢，欧盟发言人随后否认了这一说法。中欧投资协定的本质是互利互惠的，协定符合双方的利益，有利于中国，有利于欧盟，有利于世界。中方愿同欧方保持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协定早日生效，造福双方人民，向国际社会发出中欧支持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积极信号。经过长达7年、共35轮谈判，去年12月30号，中欧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根据程序，谈判完成后还要数月时间进行文本翻译、校对等工作，并得到欧盟各国政府和欧洲议会的批准。不过，近期欧盟一些人士却散播谣言，在涉疆、涉港等议题上对中国肆意抹黑。3月22日，欧盟更是率先发难，首度制裁中国相关人士。随后，中国针对其无理行径实施了反制。有分析指出，这一结果显然不是中欧双方想要看到的，却是美国最乐见其成的结果。随着拜登的上台以及对欧洲传统盟友的拉拢，中欧关系的急转直下绝非巧合。中欧关系出现波动的同时，欧洲内部也出现更多理性声音，反对欧盟将政治带入中欧贸易协定。德国总理默克尔周三再次力挺中欧投资协定，他强调，欧盟与中国之间庞大的投资协议很重要，尽管目前面临种种困难，但这份协议依然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承诺。欧洲议会议员米克·华莱士周三在其官方推特账号上发布了一段自己在议会发言的视频。在发言中，华莱士提醒欧洲不要被美国牵着鼻子走，不应对中国咄咄逼人，而是要与中国合作。Why are we choosing an aggressive position with China? Why are we not choosing cooperation instead of aggression? Why are we not respecting the principle of state sovereignty and non-interference? We should be working for peace with China. It's in our interest. But you know what? I can't help feeling that we're being led along by the nose by the Americans who have a vested interest in challenging China at the moment. Not because China is a threat to the securit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because it isn't, but China is a threat to their financial supremacy. We're not going to compete with them for financial supremacy. We need to work with them and have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m. 华莱士还在这条视频上配文称，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没有轰炸任何国家，也没有对任何国家实施制裁。为什么欧盟允许美国把我们拖入与中国的对抗中？他建议欧洲应该向中国学习，而非盲目对华施压。They have just completed the greatest poverty reduction program in human history, while homelessness in the West is at a record-breaking proportion. China is a world leader on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strategies. China has had one of the best COVID strategies on earth, at home and in helping others. China is building all kinds of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s projects that we can only dream about here. It's not blindingly obvious that the is it not, that the 1.4 billion people of the nearly 6,000-year-old country that has managed to surpass the global north in nearly every index of human progress, while not invading or bombing or sanctioning any countries to debt, may have something to teach us. Maybe we could learn something from them. 印度疫情吃紧，近日再次提出豁免疫苗专利的要求。在国际社会及国内巨大的压力下，经过多日的考虑，美国总统拜登于当地时间周三终于宣布支持放弃对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保护，以扩大全球范围内的疫苗接种。不过，关于豁免方案的谈判可能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当地时间周三，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一份声明中宣布，美国政府将放弃新冠肺炎疫苗的知识产权专利。戴奇称，政府此举是为了尽快普及安全有效的疫苗，结束新冠疫情。他同时表示，美国政府将继续加强与私营部门和所有可能伙伴的合作，扩大疫苗的制造和分销，以及努力增加生产这些疫苗所需的原材料。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也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特殊时期必须采取特殊措施。Clearly, as these decisions are weighed, we take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credibly seriously. We also, though, are in the midst of a historic global pandemic, which requires a range of creative
solutions, and we're looking at it through that prism. The U.S. position, our objective overall, as we look at this decision, is how can we provide as much supply in the most cost-effective way to the global community. 同时，普萨基强调，世贸组织的最终决定需要所有成员国达成共识。关于豁免方案的谈判，可能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美国作为科技大国，那么它这个放弃知识产权保护啊，从表面上来看呢，是对抗疫是有好处的，而且是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但事实上呢，它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因为这个。首先是美国这个新冠疫苗，它这个功能是受限的，它的很多疫苗，比如说辉瑞疫苗，现在是口碑非常不好，所以说它这个放开呢，这个到底有多大意义？现在看来呢是刚刚开始啊，各方没有回应，然后这个美方呢也没有完全做到这点，只是说说而已，但是后续呢可能会非常的复杂。为解疫苗之困，印度等国家近日再次向世贸组织提议豁免疫苗专利。本周，世贸组织敦促成员国迅速敲定一项协议的细节，暂时放宽对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保护，以便消除发展中国家疫苗生产的障碍。根据世贸组织协商的一致原则，需获得164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这个过程中，欧盟国家、瑞士等世贸成员的态度至关重要。事实上，有关豁免疫苗专利的请愿，最早也是由印度与南非去年10月率先发起，并经数十个发展中国家共同争取了7个月，终于引起关注。尤其当前正值印度疫情失控狂飙之际，他们主张放宽专利，可让更多国家生产或进口疫苗，而不必等待数月或数年。不过，英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则以担心豁免专利会使全球疫苗生产陷入混乱为由，拒绝这一主张。而在美国，拜登政府内部对此出现意见分歧。据华盛顿邮报此前报道，进步派敦促白宫支持国际社会发起的豁免专利权请愿，包括白宫防疫专家福奇等都倾向赞成。当地时间周二，美国多名众议员通过网络呼吁拜登政府豁免疫苗知识产权，让更多国家自主生产疫苗，对抗疫情。然而，美国商务部与其他一些官员则警告，豁免专利恐招致反效果，将严重扼杀制药公司的创新动力，特别是在研发方面投入巨资的动力。由于变异病毒的出现，制造商仍需要更新药物和疫苗的研发。外界注意到，拜登政府宣布豁免新冠疫苗专利后，美国疫苗巨头股价大跌。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对拜登政府的做法表示了尖锐的反对。该协会的成员包括阿斯利康、辉瑞和强生等疫苗制造商。有观察指出，取消疫苗专利保护并不会加快疫苗生产，因为存在获得原材料、分销问题等其他障碍。以辉瑞公司为例，该公司的疫苗需要来自19个国家86家供应商的280种要素，以及高度专业化的设备和人员。没有相关研发公司的帮助，旁人很难复制这门技术，因为世界范围内具备生产能力的厂家屈指可数。不少医学人士打比方称，有了专利，只不过是拿到了配方手册，离烘焙出很棒的奶酪蛋糕还很远。分析指出，随着美国疫苗分发工作持续推进，拜登政府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疫苗外交，以彰显影响力和领导力。此前在2月举行的 G7 领导人线上峰会上，拜登就宣布将在未来2年内向世卫组织牵头的疫苗公平分配计划分批捐助40亿美元。上周迫于舆论压力，白宫承诺向海外发送60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但并未说明具体何时发放。新加坡联合早报的分析认为，美国启动疫苗外交后，一开始对全球接种工作的贡献将不会太大，主要是加快向印度运送生产疫苗所需的原材料，以及将美国国内不断增加的疫苗库存分配一些出去。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对于拜登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豁免新冠疫苗专利一事，您是如何评价？我一直坚持认为，对于美国在防御抗疫方面的所作所为，我们应该本着的是是其是非其非的客观理性立场。对于特朗普政府麻痹大意，导致美国疫情失控，并且拖累整个世界，尤其是还企图把锅甩给中国的行为，我们要坚决反对。但是对于拜登政府宣布豁免新冠疫苗专利这件事情，我们还是要给予充分的肯定。我注意到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甚至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其实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出，人类这次抗击新冠疫情将会是一次马拉松式的竞赛。在这场竞赛的上半场，大家拼的是一个国家固有的文化与价值观念所带来的民众自律，
以及一个国家的组织动员与社会治理能力。在这一方面，有着传统儒家文化与集体主义价值观念的中国赢得了上半场，而有着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价值观以及政府行政管理能力与社会控制能力弱化的西方则输掉了上半场。而在这场竞赛的下半场，各国拼的这是疫苗，疫苗后面拼的这是经济与科技实力。在这个方面，以美欧为首的西方国家似乎是出现了奋起直追后来居上的态势。我同时还认为，依靠民众自律以及行政管理和社会管控来控制疫情，只不过是紧急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因为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时间实施严厉的社会管控与隔离措施，而通过疫苗来控制疫情才是真正的治本之道。它决定着相关国家甚至是全人类能否最终彻底地战胜疫情。据报道，早在去年10月份，印度和南非就率先提议在全球范围内豁免新冠疫苗专利，但是美方由于担心会将相关技术拱手让给中国和俄罗斯，而没有答应。对此，您又是如何看呢？我觉得，假如美方真的是抱持着这样一种想法，那就显得太小家子气，太没有大局观了。要知道，根据西方国家自己倡导的人权观，所有的生命不仅都是珍贵的，而且都是平等的，都应该受到一视同仁的保护。假如连在防御抗疫问题上都要分出一个3、6、9等，都要区分出什么人种、肤色、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那不仅背离了他们自己的初衷，而且更为关键的是，事实已经证明，在防御抗疫问题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也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国家应该受到歧视。假如中俄2个国家的疫情得不到彻底的解决，那全世界包括西方国家也仍将会处于疫情的威胁之下。当然，更为关键的地方还在于，当今的中国与印度早已是全世界2个最为著名的药品生产基地，尤其是中国有着非常完备的药品生产链，而印度又深陷在疫情中难以自拔，无法组织正常化的生产。在这种情况下，要是把中国排除在外，即使美国豁免了新冠疫苗专利，也难以为全球70多亿人口提供保质保量的疫苗。因此救人如救火，面对全球这么多受到新冠疫情威胁的生命，美国应该在疫苗的生产与供应上放弃意识形态思维，并且放弃政治上的小圈子思维，尤其是要放弃今年3月份提出的由美国出技术、日本出钱、澳大利亚负责运输、印度负责生产的4方疫苗伙伴计划，大大方方地把中国纳入进来。好的，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